不对，这应该不是专门奔着他来的，否则就不会只出动一艘非洲了。应该是梵玉在对外探索。他不知道自己所处的这座荒岛距离永夜大陆有多远，但他可以确定一点，绝对在雷雨海域外。梵玉的非洲是怎么穿过雷雨海域飞出来的？完了，他内心突然咯噔一下，他隐隐觉得自己的退休生活可能要结束了。而就在这时，他看见那座非洲正在快速逼近，而且好像是已经看见了布满这座荒岛的鬼物一般，已经开始快速掉头，几乎没有任何犹豫。鬼皇95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催动秘法，在一瞬间爆发出极其恐怖的速度，以肉眼难以捕捉的速度快速追上非洲。他必须追上去讲明情况，否则当这艘非洲回到梵域后，那再次袭来的可能就是梵域的通天主了。一级警报！一级警报！梵域商阁非洲上，一个中年男人正面色煞白地对着手里传音符高吼道：“这里是商阁372号非洲，周长王可在距离新大陆东部1.4万公里发现一座大型海岛，海岛上布满大量鬼物。此时，一个疑似鬼皇的鬼物正在快速逼近，速度极快。王阁主！”中年男人停顿了一下后，面色煞白，眼里满是恐惧，咬紧牙关沙哑道：“无法返程，无法返程。327号非洲准备点燃芥子式自爆，麻烦照顾好我妻儿。”紧接着，他望向身旁那一双眼神，都是些年轻小伙，此时眼睛里有恐惧，有绝望，布满红血丝，但却没有一丝退缩之意。眼见那座鬼皇正在快速逼近，只有数百米之远，他深吸了一口气，高吼道：“诸位，准备训报！”然而就在这时，鬼皇逼近，仅仅一只手便拦下了非洲，数十米高的身躯跪在高空中，同样满眼恐惧的撕心裂肺高吼道：“梵玉饶命！是我95，半年前我还帮你们引导炸死了一批鬼巢的指挥官，还记得我吗？先别急着动手，听我解释啊！”正准备引爆装在芥子室内鬼石的中年男人，望向非洲前方，仅仅一只手便将非洲拦停的鬼皇，眼里恐惧骤然升至顶峰。这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接触一尊鬼皇，但在听见对方喊出的话时，瞬间懵逼在原地，求饶。不过他突然好像隐隐明白了什么，这鬼皇不是惧怕他这艘非洲，而是惧怕梵玉旗帜。此地距离新大陆足足有1.4万公里，这里也能有听过梵玉名声的鬼物。别激动，大家都别激动，冷静一点。鬼皇的声音再次响起，只见足足有数十米高的鬼皇95，此时正大喘着气，尽可能的挤出一个有些丑陋的笑容，表达自己无恶意，颤声道：“你好，能不能帮我联系下梵玉高层，就说我是鬼皇95，他们肯定知道我是谁的。他好不容易的退休生活，不能就这么没了吧？”鬼皇95此时急得已经快要哭出来了。那个，你先别哭。中年男人下意识的望向前方鬼皇，一时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传音符里响起王麻子急促的声音：“王可，汇报当前撤离路径，支援即将抵达，收到立即回复。”中年男人微微一愣：“王阁主，那尊鬼皇追上了我们，拦住了非洲，说自己叫鬼皇95，让我联系梵玉高层。”话音落下，传音符那边突然寂静下来，数息后才传来王麻子极其古怪的声音：“鬼皇95不是死了吗？你先问问他是不是昔日栖息在齐天平原和梵玉相处1年的鬼皇95，我去联系狱主。”中年男人抬头望向非洲外满眼泪水的鬼皇，深吸一口气，高吼道：“你昔日是栖息在齐天平原和梵玉相处1年的鬼皇95吗？”“不是，是黄泉口区域那个。”95有些着急的扣着脑袋：“95这名这么大众吗？你们认识几个95啊？我是在黄泉口区域给你们引路的那个95。”中年男人再次低头：“不是，他说他是黄泉口区域那个，那就对了。”传音符里传来王麻子的一道叹气声：“已经联系上狱主了。”扔出去一枚传音符，一张传音符从非洲里轻飘飘的飞出来。鬼皇95也不敢怠慢，急忙用双指甲小心翼翼地将这张传音符夹在指缝间。片刻后，传音符里传来一道不夹杂任何感情的熟悉声音：“我叫陈凡，梵玉之主，听说你扣了我的人，说什么条件放人。”熟悉的声音，这些日子偶尔做梦，这道声音都会在他脑海里响起，正是梵玉狱主陈凡的声音。鬼皇95身子微微一震，下意识道：“我的条件是希望。”不对，他猛然反应过来，声音中带着哭腔，颤声道：“陈狱主啊，我没扣你的人啊，我是看见他们路过，想着他们可能渴了，过来给他们送点水喝，他们随时都可以走。我是95，半年多前我帮你指引用梵玉那个大家伙轰死了一个指挥官，你还记得吗？记得，通天柱轰不死你，轰得死。”鬼皇95咬牙迟疑许久，索性直接摊牌了，将自己在黑渊复活，随后占领了一座岛屿后凝聚出自己种族天道的事情详细说出。传音符沉默了一会，过了足足有数十息后，传音符里才传来声音：“我记得鬼族需要占领一座大陆才能凝聚自己的种族天道，什么时候占领一座荒岛也能凝聚天道了？那我不知道。”鬼皇95坚定地摇了摇头：“这我真不知道，反正我占领了这座无人荒岛后，种族天道就凝聚了，天帝好像认为这个荒岛是一座大陆，那你这岛够大的，确实不算小。”鬼皇95有些自得点了点头，但很快又反应过来现在不是拉家常的时候，又有些忐忑道：“行吗？你给个准话，不行我现在就跑，你的人我给你放回去。”传音符又没了动静，又过了半晌后，才再次传来那家伙的声音：“你们种族叫什么名字？”鬼皇95突然有些不好意思的低声道：“养老一族。”好，梵玉和养老一族将会如往日一样互不干涉，但养老一族需允许梵玉登陆这座大陆，并对这座大陆展开探索。这是梵玉启动探天之旅以来探索到的第一座大陆，无论是纪念意义还是实际意义都不容错过。闻言，鬼皇95长松一口气，突然咧嘴笑了起来，将胸脯拍得震天响。随便探索，
随便来，实在不行，要不樊玉你直接收了这片大陆吧，我们内入你名下，以后跟你混。那不用。这艘非洲渐渐远去，留在原地的鬼皇95望向急速远去的非洲，不断挥手高吼道：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千万不能死了。传音符一定要保持全程畅通啊，万一遇到危险了，一定要表明和我们没关系啊。也不知道对方听没听见，他有些担忧地望向这艘非洲，随后才轻松了一口，嘀咕道：樊玉还是比较守信的，上次1年内确实秋毫不犯，这次应该也没问题吧。江北防线，陈凡站在城墙上微微皱起眉头，一旁的那先生率先开口道：这座大陆有可能是护翼大陆，之前也是开启了永夜重启计划，不过他们失败了。鬼皇95所占领的那座荒岛，应该就是护翼大陆的残余板块，海底应该能找到不少好东西。黑暗圣体你知道吗？陈凡眉头微皱，不知道。那先生摇了摇头，没听过，但95能因此复活，肯定不容小觑。我曾经说过，鬼族是诞生于原始大陆，由黑暗凝聚而成的鬼物。论生命层级，鬼族是要高于皇族的，能诞生一个特殊存在，属于情理之中。正常来讲，必须要扼杀在摇篮里，但这种人都有大气运护身，若是有心踏上征途，必能闯出一片天地来。但对方好像有些道心破碎，一心只想退休，如若没有绝对能将对方弄死的手段，不如依了对方，将其在那片大陆软禁监视起来，免得彻底结仇，他又死而复生一次。这次身怀复仇之心，踏上征战之路，未来可能会成为樊玉大敌，是吗？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不知道转生塔能否克制他的复活能力。7日后，一批批非洲目标明确的从新大陆起飞，直直前往护翼大陆。陈凡此时就跻身于其中一艘非洲上，站在甲板上望向远处海面。就在这时，站在身后的齐月沙哑道：狱主，路程尚远，距离恶霸大陆还有很长一段距离，你要不回船舱歇息着，外面有我照看着。趴在甲板栏杆上的那先生回头看了眼齐月，有些叹气道：那是护翼大陆，不是恶霸大陆。陈凡，你的这私塾开明智计划，目前看来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啊。陈凡伸了个懒腰，颇为慵懒的同样趴在栏杆上，没有多讲话。爱叫啥叫啥吧。来，瘸猴一溜烟的从船舱里跑出来，海风寒深，刚泡的热茶，少爷你尝尝，这是夏天，哪来寒气啊？那先生又有些无奈的吐槽道：后宫不得干政。瘸猴白了眼那先生，我说那先生，你一个永夜大陆的天道，不好好待在永夜大陆，整天瞎跑什么？自从那先生来了之后，少爷经常跟那先生待在一起，跟他待在一起的时间都少了。此趟本来不用他跟来的，他死皮赖脸硬要跟来，再不来，他还是那个少爷第一心腹吗？你啊！陈凡无奈摇头笑了笑，接过茶水轻抿了一口。就在这时，甲板上爬出2条大鳄鱼来，哼哼唧唧道：老大本来就是个碎嘴子，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能装正经装这么久，现在看来已经快要装不住了。你是不知道，当初我们被关起来的时候，老大那个嘴碎啊，还说什么？正在开口的大鳄突然感觉嘴巴被一股强有力的力量禁锢住，一句话说不出来，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几人。大鳄小鳄也跟上来了，出门溜达一圈就当完了。一路玩闹下来，这5天感觉过得也不算慢，很快就到了。终于，陈凡走在非洲甲板上，望向远处那座巨大的荒岛，确实不算小。在靠近后，才发现荒岛上聚集着无数鬼物，并且这些鬼物竟然还彼此训练有素的聚在一起，汇集成几个大字：热烈欢迎樊玉莅临指导。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训练有素啊，看起来比昔日鬼巢要听指挥多了。很快，非洲缓缓落在这座荒岛边缘上，落地瞬间便看见鬼皇95正满脸谄媚地站在原地望着他。鬼皇95足足数10米高，身子极具压迫感，而旁边还有一头跪在地上的鬼皇。陈狱主，请。陈凡眉头轻挑，也没多说什么，只是走上这头鬼皇肩膀，伴随着身下这头鬼皇起身。如今他的高度和鬼皇95也在一个高度了。见状，鬼皇95长松了一口气。陈狱主，这应该是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有不到位的地方，你多多含含。陈凡眉头微皱，而鬼皇95耳朵里传来老鬼歇斯底里的高吼声：大王，是海涵，你发音错了，说错了，说错了。95面色微变，急忙改口：多海涵，多海涵。陈凡没有讲话，只是站在身下这头鬼皇的肩膀上，望向不远处的鬼巢，面色平静的并无讲话。他内心还在思索，要不要处理掉这个意外因素。黑暗圣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等人物一旦放出去成长起来，转头对付樊玉，必成为心头大患。他停顿了许久后才开口道：你的属下身上好像没有那种鬼巢特有的恶臭味。95嘿嘿一笑，有些自得道：我教会他们洗澡和刷牙了，挺好。陈凡轻点了下头，笑着望向95，天生黑暗圣体，倘若你踏上征战之路，必定会有一番成就。你真就甘心栖身于这座小岛上，小吗？鬼皇95挠了挠头，我觉得挺大的，我拢共也才几10米高，要那么大的地盘干什么？而且什么倘若踏上征战之路，必有一番成就，这话也就说说罢了。皇族那么厉害，不也是死在了樊玉手里？哪怕黑暗圣体真的很厉害，但这方天地间肯定还有比黑暗圣体更厉害的东西。一旦遇见，我还不是的死？哪有什么绝对厉害的东西？那巅峰之路又岂是那么好走的？我是死了一遭的人，重新复活后，我很多东西都想明白了。如今这样，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挺好。陈凡停顿了许久后，才突然再次笑了起来。95啊95，其实你我有很多相像的地方，我所求的也不过是一片安心之地，安心度过余生。我陈凡在此可给你一个诺言，只要你不踏上征战之路，不与樊玉兵戈相见，樊玉和杨老一族互不干涉。但倘若未来有开战的那一日，就各凭本事了。相信我，你没有第2次复活了。有陈玉主你这句话足够了。鬼皇95深吸了一口气后，膝盖重重砸向地面，单膝跪地，声音响彻天地间，震耳欲聋道：鬼皇95，今对天地发誓，自此刻起，一不犯樊玉防线，纵一砖一瓦；二不犯樊玉子民，纵老弱妇孺；三不犯樊玉道统，纵星火微光。若为此事，生死魂灭。
永不复生。这座荒岛上的所有鬼物在这一刻齐刷刷的下跪，面朝陈凡所在的方向下跪，表示臣服。陈凡面色平静的这一幕，他此刻脑海里突然想到了一句话：生命会自己寻找自己的出路。永夜大陆已经完成大一统，鬼族亡了，皇族亡了，而鬼皇95仅仅只是鬼族的一个大喽啰而已，却活到了最后。起来吧，他轻笑道，提前庆祝你的退休生活能如你意，也希望我们不会有兵戈相见的那一天。好，鬼皇95兴冲冲地站起身来。谈判结束后，一座9级建筑工坊在护翼大陆沿海处凭空升起，紧接着一架架潜海船从载具工坊生产出来，准备探索海底护翼大陆的沉陷区域。陈凡带着瘸猴进入一艘潜海船，开始在湛蓝的海洋不断下潜。陈凡站在窗边，望向船外被鬼火所照亮的海域，这是他第一次潜入大海深处。下潜100米，有散发着微弱光芒的水母从船前飘过；下潜300米，温度骤降，隐隐有凉意深入船内，能依稀看见远处黑暗中好像有如小山般的黑影流过，远超正常生物的体型，是深海巨山鬼。瘸猴面色微变，开口解释道：我在私塾里学过关于这种鬼物的知识，是一种常见于深海的鬼物，体型巨大，攻击性较强，哪怕白日也可出现，但只能在深海里深处，无法登陆。正常来讲，深海巨山鬼会生活在海底1000米至4000米的位置，海底这个位置也被称为午夜区，光线完全无法抵达，环境黑暗、高压、低温，此时仅仅是海底300米的深度，不是一个适宜深海巨山鬼生存的环境。上前，陈凡没有丝毫犹豫，快速下达返航命令。潜海船自带的炮塔根本无法对抗这种鬼物。很快，潜海船快速浮出水面，那隐隐惊鸿一瞥的深海巨山鬼也并未追上来，好像只是目送他们离去一样。护翼大陆上，陈凡偏头望向一旁的95，轻声道：你家里养鬼了，你知道吗？护翼大陆周边海域里全是鬼，你不管的吗？95正琢磨着护翼大陆这几个字，这是给他改名了，他这大陆有名字，他给起的养老大陆来着。但听见后面的话，才有些摸不着头脑，迟疑道：那个陈狱主可能会有，但都在海底深处数百米上千米的位置，我们也下不去那么深的地方啊，倒是想管也无能为力。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着，没有讲话。他只见到了一头深海巨山鬼，其他鬼物并未看见。但一个常年活动于深海的鬼物，为何会出现在300米的深度？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人赶出来了，原来的老家有人占了，这就意味着在海底1000米负4000米这个深度，肯定有一个或一批比深海巨山鬼实力要更强的鬼物。护翼大陆，这是他探索到的第一个大陆板块，沦陷进海底的大陆板块说不定就有不少宝藏。他还亲自上阵，就这样无功而返，着实有些不甘心啊。少爷，陈凡正站在沙滩边缘思考解决方案的时候，瘸猴大步走来，急促道：刚才随我们一同下潜的一艘潜海船，中途没有见到什么鬼物，一路下潜到了1000米，他们在海底看见了一个体型巨大的鬼物，甚至比整座无名山都要大的鬼物。私塾里完全没有这种鬼物的记载，那头鬼物要在海底更深处的位置，之所以能清晰看见，是因为这头鬼物浑身散发着刺眼的光芒，宛如太阳一般，周围没有一头鬼物。以前这片区域的大部分鬼物都逃走了，至于我们看见的那尊深海巨山鬼，已经近距离探测过了，已经死了，是从海底飘上来的。以及在这头体型巨大的鬼物下方，是一个还保持着陆地起伏轮廓的大陆板块，能依稀看见曾经的山脉和建筑废墟等，预估最深区域在2300米，这个深度已经远超潜海船的最大下潜深度。潜海船的最大下潜深度是1000米。陈凡眼睛微微眯起，答案找到了，那头深海巨山鬼是被赶出来的。至于那个未知的巨大鬼物生物，或许可以问一下问天灵。站在海边的陈凡摇了摇手里的问天灵，轻声道：可知有一种鬼物，体型巨大，比整座无名山都要大，生活在海底2300米深的海域，浑身会散发刺眼光芒，且是独居生物，会驱赶附近鬼物。下一刻，耳边响起了问天灵熟悉的沙哑声音，这次不是天机不可泄露了，有一种鬼物符合所有条件，名为天道鬼。当一个鬼物种族灭亡时，其种族天道死亡后有一定概率形成天道鬼。该鬼物体型巨大，可无视永夜白昼存活，但无法登陆，需靠汲取大陆气运维持生命。被天道鬼吮吸的大陆，天灾变多，福瑞变少。陈凡轻松了一口气，只要问题明确，总有解决办法。沉陷进海底的大陆板块在2300米的深度，这是一个已经超出潜海船最大下潜深度的位置。但先解决了这头天道鬼再说。天道鬼不死，这片沉陷进海底的大陆是不可能去探索的。片刻后，一座10级鬼火安置在沙滩上，紧接着一座10级哨塔凭空升起。很快，伴随着哨塔滴滴作响，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上浮现出一则面板，检测到在距离所在大陆板块4.7公里处，东北方向海底2300米深度，有一只未知巨型鬼物，等级为19级，生命状态为完好无损。19级的天道鬼，陈凡低声呢喃着，这回心里有数了。紧接着，一艘非洲停靠在他面前，然后他默默在原地打造了一座10米宽的10级城墙，开始挨个打造玄武炮、朱雀炮、青龙炮、白虎炮。下一刻，这4门神炮开始融合，缓缓形成一门小巧的20级的天道炮。随后，陈凡将这门20级的天道炮移植在非洲上，这才大功告成。他望向灵魂深处的永夜领主面板，建筑名称：天道炮，建筑品级：紫色，建筑等级：20级，建筑效果：城防建筑；10级满级效果：万物刍狗，天地同寿；20级满级效果：九九归一，
天地悲鸣，天地悲鸣。陈凡眉头微微皱起，天道炮的满级效果介绍总是有些模糊，看不明白什么意思。但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也是一个增强威力的效果。在完成了这一系列工作后，陈凡长吐一口气，望向正站在面前等待命令的一个中年男人笑了起来。别紧张，怎么称呼？回禀狱主。这个中年男人有些紧张且忐忑道：“属下叫王可，隶属于樊玉商阁，担任327号非洲的州长一职。”好，陈凡轻点了下头，指向不远处已走上非洲开始忙碌的后勤阁成员。接下来说的话，你要认真记。你需要乘坐非洲抵达深海天道轨上空，然后启动天道炮，将其诛杀于海底。不过，所搭载在327号非洲上的是20级天道炮，樊玉如今威力最大的武器，其后坐力不是一个非洲所能承受的。在天道炮的启动瞬间，这具天道炮连同非洲都会粉碎。我为天道炮设置了一个3息延迟，当你确定启动后，天道炮会在3息后延迟启动。后勤阁成员已在你非洲甲板上布好传送阵，你需在这3息内快速通过传送阵回到护翼大陆。至此，任务顺利完成。可有其他意义？没有了。这个名为王可的中年男人眼里带着丝丝狂热，脖梗青筋暴起的高吼道：“保证完成任务，那就去准备准备。”陈凡笑了起来，拍了拍王可的肩膀：“去吧。”很快，护翼大陆沙滩边，一个个樊玉成员动起来。与此同时，一座连接着仓库腐蚀雕塑正在不断闪烁着微弱白光，全力催动着，在天道轨身亡的第一时间，将掉落物品吸上来，免得被海底深处暗流不知道卷哪去了。或许是樊玉的动作有点大了，鬼皇95有些按捺不住好奇心，找到瘸猴，试探性的询问道：“樊玉，这是有大动作。”他不敢打扰陈凡，就只好来问问瘸猴了。瘸猴转头望向身旁已经尽力弯下身子但依旧极高的鬼皇，随口道：“海里有个鬼物，影响樊玉探索海底。樊玉准备清除掉这个鬼物。”明白。鬼皇95面色严肃的点了点头。这种不识好歹的鬼物，确实应该被清除。那你们先忙，我回岛中央歇着去了。别歇了。恰好乘坐非洲路过的陈凡降低非洲高度摆了摆手，一起去看看。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鬼皇95面色一正，屁颠屁颠的跟在陈凡身后朝岸边走去。很快，编号372号非洲在万众瞩目下缓缓升空，随后在既定位置准备就绪。而在岸边站在非洲甲板上的陈凡，听见传音符里传来的道汇报后，轻声道：“开始准备，3、2、1，发射。”下一刻，先是隐隐看见一道白光从远处的非洲上隐隐闪过，紧接着刺眼且炽热的白光突然在天边浮现出来，天地仿佛瞬间凝固一般，没有声音，耳边一切声音全都消失，像是进入宇宙真空一般的绝对寂静。只见一道直径约1000米的暗蓝光柱从非洲底部以绝对笔直的轨迹刺入大海，光柱所触及的海水瞬间蒸发。这道蕴含着恐怖能量的光柱正以极其恐怖的速度抵达海底2300米的深度，瞬间没入那巨大天道鬼的身体内。天道鬼宛如太阳般在海底散发着刺眼的光芒，但这一刻他看见了真正的太阳。几乎瞬间，天道鬼连一丝反抗挣扎都没有，开始快速瓦解。光柱能量在天道鬼体内瞬间爆发出来，海底诞生了一颗直径50里的炽热太阳。紧接着，海水开始剧烈翻涌，海水温度开始快速上涨，强烈的光芒从海底冲出，照亮了护翼大陆东侧天空。冲击波以固体的形式在海水中快速传播，所过之处，海底山脉被踢平，板块被掀起，一炷香后，余波渐息，海面上出现了一个直径超数10里、持续旋转的巨大漩涡。此等震撼场面难得一见。而站在非洲上的陈凡面色毫无波澜，望向眼前这一幕则是平静轻声道：“樊玉热爱和平，但一些不听话的存在，只能让其永远安息了。”站在一旁，脑袋和非洲齐平的鬼皇95，此时整个人身子控制不住的抖若筛糠，眼里满是浓郁到实质的恐惧。陈凡不经意的看了眼鬼皇95的神情，眼里闪过一丝笑意。清除天道鬼是主要目的，但顺便杀鸡儆猴一下，再敲打一下95也是顺便的事情。现在看起来效果还不错，两个效果都挺好的。过了许久，海面才渐渐平息下来。从始至终，鬼皇95都不清楚海底到底有什么鬼物，值得樊玉如此大阵仗的诛杀。陈凡也没有解释的打算，只是站在原地安静的看着这一幕。这是樊玉20级天道炮第一次试爆，当他亲眼看见这一幕时，他就知道伤害溢出了。实际上10级天道炮应该也够用了，但也无所谓，一是为了稳妥，二是为了试爆，看看威力如何。不过他还是不知道满级效果99归1的天地悲鸣是什么意思，再问问问天灵吧。很快，问天灵给出了答案：天道炮20级满级效果99归1，天地悲鸣。当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后，99座20级天道炮可合成一座红色品级的大陆级战略武器天眼轨道炮，消耗代价巨大，全力催动之下，可轻而易举摧毁一座不妨较弱大陆。陈凡眼睛微微眯起，这回就解释得清楚多了。如果没有问天灵，谁能猜到是这个意思？而且还多送了他一个消息，让他知道了比紫色品级更强的一个品级是红色，而红色品级就已经是大陆级的战略武器了。一旦启动，往往意味着一座大陆陨落，也意味着惨烈到极致的最终决战开启。那是得快点拥有一个大陆级战略武器了。陈凡低声呢喃着，目前樊玉的对外探索仅仅发现了鬼皇95所在护翼大陆，并没有发现其他种族和大陆。但万一附近有一个拥有大陆级战略武器的3级大陆呢？对方要侵占永业大陆呢？他就只能束手就擒。少爷，怀里传音符里响起瘸猴的声音，海底那头天道鬼的掉落物品已通过腐蚀雕塑收了回来，你要来看看吗？好。当即陈凡身下这艘非洲开始启动，落在不远处岸边的一座仓库旁。站在仓库旁的瘸猴见陈凡走来，急忙将手里的3个东西递了上去。少爷，就是这3个，共3样。第一样，薄如蝉翼的建筑蓝图，一宝名称单兵攻防，一宝品级紫色，一宝效果
可批量打造，供单人使用，且对使用者无修为限制，并威力巨大的单兵武器。紫色，梵域第二个紫色品级的建筑。呼，陈凡缓缓吸了一口气，咧嘴笑了起来，捏碎手里这张薄如蝉翼的蓝图。顿时，永业领主面板可打造建筑里便出现了一座新建筑。回去后打造在永业大陆上看看效果。第二个异宝是一枚类似于鹅卵石的东西，他在手里掂了掂，还没看面板就已经笑了起来。这枚鹅卵石内部流淌着紫色丝线，看起来极其美艳，不出意外应该也是紫色品级的。异宝名称：大陆核心。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特殊材料。陈凡眉头微微皱起，从名字来看这东西很屌，但异宝效果又看不出来有什么用，应该也是类似于天才地宝那种某个建筑升级所需的吧。陈凡，难道你真有大气运加身？跟来看热闹的那位看见这一幕后，已经愣在原地，眼里满是骇然。大陆核心就这么轻飘飘的到手了？你知道？陈凡挑眉，他刚准备从怀里掏出问天灵来着。当然知道。那位深吸了一口气后，才面色严肃道：2级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有3个条件，其中之一便是消耗大陆核心1个，而这3个条件里，最难的就是大陆核心这个条件，而如今这条件已经被你完成了。陈凡有些面色古怪的低头望向手里这颗鹅卵石，晋升至3级大陆所必须材料之一，就这么轻松得到了。随后他望向最后一个掉落物品，是枚金黄的半透明果子。异宝名称：天运。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服用后可获得1缕天运，这1缕天运可在关键时刻让服用者运气大幅提升。这是天运。那先生像是一个导游般在旁边咂巴着嘴开口解释道：吃过鱼子酱吧？这个天运就类似于天道鬼的鱼子酱。天道鬼在吞噬了大陆气运后，会在体内形成天运，然后慢慢消化，有的时候还没消化完被杀死了，所积累的天运便会成为掉落物品，吃了它能给自己增加气运。就在这时，身旁的王麻子眼中闪过一丝迟疑，有些不确定上前一步开口道：狱主，这个柿子价值很高吗？我好像吃过这个柿子。你疯了？那先生望向王麻子有些无语道：天运只有从天道鬼体内获得，你从哪吃啊？你家后院柿子树里能长出来天运来啊？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你仔细说说。好。王麻子深吸了一口气，陷入回忆，仔细斟酌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永业旧立的时候，那个时候梵域还没创建，在江北陈家36号站点的站长之前，我还担任过江北陈家47号站点的站长，那是一个临海站点。有一天我闲来无事，正在站点内溜达着，突然发现荒原上多出来4、5个柿子，我瞅着挺好看的，拿回来掰开仔细闻了闻，是青甜的。刚好有个运输货物的商队离开，我琢磨着应该是从马车里掉下来的。这种事情时有发生，一般来讲不是特别值钱的东西，就默认是我的了。然后我就给那几个柿子都吃了，那柿子样子就和狱主你手里的这个柿子样子差不多。陈凡和那先生纷纷面无表情，沉默在原地，久久不语。王麻子说的有鼻子有眼的，不像假的。既然不像假的，那这个事情就有些离奇了。瘸猴更是满脸懵逼的望向王麻子，你的意思是少爷辛辛苦苦将永业大陆升至2级大陆，并探索到护翼大陆，用20级天道炮轰死了一个天道鬼，才获得了一个柿子。你老人家在江北荒原时期就将这玩意儿当糖豆吃呢？那个我是不浪费了。站在原地的王麻子有些忐忑的望向狱主，他感觉自己好像犯了一个大错，他当时也不知道这玩意儿这么值钱啊。良久后，那先生才再次开口，你当时吃的时候就没发现这玩意儿和正常柿子不一样吗？正常柿子哪有半透明的，里面还有液体缓缓流淌的。我只是听过柿子，知道柿子大概长什么样子，以前也没见过柿子，江北以前也种不出来柿子，我还以为柿子就长这样呢。琢磨了一会儿后就给咽进肚里了。呼，那先生沉默良久后才长吐了一口气，我终于知道你是怎么穿过雷雨海域了。大道50，天眼49，人遁其一，这天地下没有绝对必死的困境，哪怕是雷雨海域，也一定有一条能正常通过的路径。不过这道路径在不断变化，几乎无法通过，而你在天运护身下恰好通过，还一来一回穿了2次。你能跟我说说你当时吃了几颗不？太久了。王麻子有些硬着头皮小声道：4颗、5颗，我忘了，反正感觉吃完后挺饱的。得，我怎么感觉不仅仅是陈凡你天命所归呢？就连你这手下王麻子也是天命所归啊！陈凡轻笑着拍了拍王麻子的肩膀，没事儿，放轻松，这叫天命所归。梵域，没有你的这次贪吃，梵域也发现不了新大陆。发现新大陆对于梵域来讲，那可是大功一件。自梵域成立以来，梵域成员立下的功劳大小无数，但发现新大陆绝对算得上首功，其重要性对梵域是颠覆性的作用。在听见狱主这话，王麻子这才稍微放松了一点。当然，陈凡话锋一转，你既然忘记你吃了几颗天运，也不知道用没用完，以后做事还是要稳妥起见，不能仗着自己吃过天运再去作死。明白？王麻子重重点头应了下来。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远眺海边。天道鬼已死，护翼大陆最大的危险已经清空，但如何探索海域下方，他陷进海底的大陆却是一个问题。浅海船抵达不了这么深的海域，他们人就更下不去了。思索间，他眉头轻挑，想到了一个办法，当即笑了起来，转身朝一旁非洲走去。他准备返航了，回永业大陆研究下这次的收获，至于剩下的事情交给这边的人就可以了。在陈凡离去后，永业大陆和护翼大陆几乎同时行动起来，从新大陆开始在海底挖一条新的海底隧道，直通护翼大陆。数日后来了，护翼大陆上，瘸猴望向天边大批袭来的非洲，伸了个懒腰后有些兴致勃勃道：把这条海底隧道修建好后，梵域的势力范围就又大了许多。海底隧道不仅仅意味着更便捷
更安全的交通方式，还意味着要铺设铜管，这是正儿八经的将繁育领域延伸到了这里。怎么了？瘸猴偏头望向一旁的王麻子，挑眉道，眉头怎么皱得这么深？谁又招惹你了？外出探索的一艘非洲失联了。王麻子面色有些严肃的沉声道，编号22的外出非洲已经失联6个时辰了，根本联系不到。上次汇报位置是在距离新大陆西北方向 1.4万公里的位置，我已经让附近非洲前去查看了，但距离较远，需要一定时间。死了？瘸猴眉头皱起，没死。我问过繁育那边看守命牌的人了，几人命牌完好无损，我有些怀疑可能是跑了。王麻子有些迟疑道，222号非洲的州长是原先关西平原图仙圣地的圣主，在繁育完成大一统后，图仙圣地的圣主解散图仙圣地，携所有门人加入繁育，其圣主并成为了繁育商阁的州长。对方上缴了不少天才地宝和资源，唯一要求就是想要商阁州长的位置。现在看来，或许可能就是为了方便逃跑一事。瘸猴嘴角抽了抽，坚定摇头否定道，不可能是跑了，永业大陆正安全的呢，外面全是鬼物，哪有往外跑的道理？那不是脑子进水了，肯定是出事了，快点派人去看看吧。已经派了，还没结果。与此同时，图仙圣地圣主此时正伤痕累累的被铁链悬挂在空中，一个嘴里叼着狗尾巴草的男人似笑非笑的靠在椅子上望向他，旁边还有2个手持鞭子的男人，手里的鞭子满是倒刺。未等图仙圣地圣主开口讲话，其中一个男人便面色狠厉的将手中鞭子重重抽在圣主后背，顿时皮开肉绽。最后1日，再不说，老子有的是办法撬你嘴！嘿嘿，图仙圣地的圣主被痛至闷哼了一声，咧嘴笑了起来，将一口血痰重重吐在男人脸上，有什么花样都端上来，看看你爷爷这骨头软不软，看看你爷爷这嘴硬不硬，找死！身穿势力制服的男人将手中皮鞭扔在旁边2人怀里，大步朝审讯室外走去，恼羞成怒的阴狠道，给老子继续打，打到他喊疼为止！啪，刺耳的音爆声在室内陡然响起。数十鞭后，如何？审讯室外，一个双目失明的老者正安安静静地坐在椅子上，望向审讯室内隐隐传来的鞭子声音，缓缓道，他还是没有透露他所在大陆的具体坐标吗？至少大陆名字应该透露了吧？没有。中年男人面色有些惭愧地低下头来，小声道，老师，学生无能，进展有些慢，不过从他们所在的非洲内找到了一面旗帜，上面印着繁字，他们所在的大陆应该是和繁有关的，是我们未曾见过的旗帜。除此之外，在非洲芥子市内还找到了不少鬼石、传音符以及一些生活用品。传音符一直在不断闪烁，有人在一直联系他们。那传音符是加密过的，我们无法接听，并且通过对非洲芥子市内的鬼石消耗状况来看，他们应该在海上行驶了有一段时间了。从目前获得的情报判断下来，对方可能是2级大陆，有点意思。老者轻点了下头，低声呢喃着，一座从未听过的大陆竟然在我们附近。继续审，我要知道更多信息。是。审讯室内，图仙圣地的圣主此时正神情恍惚地低头望向脚底血泊，旁边2个男人气喘吁吁地歇息着。陈凡啊，快来吧，快点来看看我多么硬气，老子可是一个字没吐啊，再不来真要疼死了。另外一边，此时陈凡正在江北欣赏自己的单兵攻防，也是繁育第2个紫色品级的建筑。如载具攻防一般，每升至1级都会多一种可制造的单兵武器，其中最重要的武器便是袖珍火炮。袖珍火炮黄色品级，无使用修为限制，每激活一次需消耗500枚鬼石，威力相当于1级绿色品级炮塔的威力。没有弹匣，只有在尾部拥有一个鹅卵石大小的缺口，可填充鬼石进去。只要填充的鬼石等级足够高，完全可以当做无需填充弹药的一柄左冲火枪，威力相当于1级式神炮的威力。陈凡眼睛微微眯起，将手中的袖珍火炮举起，瞄准不远处的一棵大树，缓缓扣动扳机。下一刻，轰！一团火球从枪口激射而出，瞬间命中那棵大树，燃起熊熊烈火，还是火属性的。陈凡挑眉有些惊讶，颇为满意的咧嘴笑了起来，将这玩意儿塞进怀里。这是个好东西，完全可以批量适配给繁育成员，成为制式武器之一。就在这时，陈凡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微微发烫，紧接着传来了王麻子的急促声音：狱主，出事了！商阁222号非洲突然失联，派出去查看情况的3艘非洲在靠近后突然齐失联，没有任何信息传回。初步判断，应该不是发现了一座全新大陆被捕，否则不可能一个消息都传不回来。一座大陆完全可以远远看见，也不是遇见了强大鬼物，命牌无疑碎裂。我怀疑可能是遇到了高等级大陆的哨战，靠近后被捕。陈凡面无表情的沉默在原地。敌人来了。片刻后，他才轻声道：让其他商阁非洲外出探索的时候，收起旗帜，不要对外展示繁育旗帜，召集附近最近的非洲在附近集合。等我。通过王麻子所阐述的信息，他已经大概判断出来有哪些可能了，需要他亲自前往。招了。黑暗无光的审讯室内，中年男人面无表情地望向伤痕累累的图仙圣地圣主，轻声道：你背后的势力派非洲来找你了，被我们拦下了，他们招了。我已经知道你背后的势力叫繁育，来自永业大陆，占有2座大陆，一座为永业大陆，永业大陆为2级大陆，刚晋升不久；另外一座为新大陆，新大陆距离我们直线距离是 1.4万公里。我说的对吗？嘿嘿，图仙圣地圣主有些奄奄一息的咧嘴笑了起来。他们招了关我屁事，不过你的语气听起来温柔不少，好像有些害怕了呢。中年男人没有讲话，只是沉默许久后，转身朝审讯室外走去。审讯室外，那个瞎眼老头正坐在走廊椅子上等着他。见他出来后，脸上的皱褶毫无波澜，声音沙哑的缓缓道：上面已经评估过了，永业大陆的实力要强于我们，上面决定将人全都还给永业大陆，尽可能的和平解决此事，以及需要一个替
死鬼！中年男人面色微变，此时才发现审讯室外的走廊，不知何时站着2个戴着黑色斗笠、浑身散发着冰冷气息的男人，声音略微发颤的一字一句道：“老师，我跟你很长时间了，上刑的人不是我，是下面的人。”双手拄着拐杖的瞎眼老头缓缓摇了摇头，他们分量不够，而你身为冯奇雅大陆刑店3组组长，分量勉强够了，不过也不是没有回转机会，就是可惜了。老者有些长叹了一口气，低声呢喃着：“如果是一座1级大陆就好了，那会让冯奇雅大陆晋升至3级大陆的可能性更大。”与此同时，一艘艘非洲开始快速聚集，直至聚集至数十艘，附近能赶来的非洲都来了。最前端的一艘非洲甲板上，王麻子指向前面那片海域，又在鬼皮地图上画了一个圈。根据那几艘非洲失踪的位置，就是在这片区域突然断联。陈凡面色平静地望向前方这片海域，万里无云，海水平静，入眼所及之处没有一丝荒岛，看起来就是一片无人海域。他没多讲，只是轻敲了一下翡翠手杖的顶端，很快由无数白色线条组成的一座10级鬼火和一座20级哨塔开始在甲板上快速凝成，紧接着灰雾快速朝前方笼罩而去，那是哨塔的探测范围，足足有万米。下一刻，下方海域被灰雾所笼罩的地方，突然像是褪去伪装一般，不再是空无一人的海域，而是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荒岛，不见尽头。王麻子有些震撼地望向下方那浮现在灰雾中的荒岛板块，不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座大陆板块。他在那可看见的荒岛板块里看到了大量建筑以及大量的炮塔，而在建筑中间还站着不少人。此时就那样抬头望向他们一众非洲，此时这些人好像意识到自己被发现了，开始有些慌乱的四处奔跑。这赫然是一座完全隐形的大陆，想要将这么一块大陆彻底隐形，所付出的代价可想之大。他大概猜到那些非洲是怎么突然失联的了，在完全不知晓的情况下驶入大陆上空，净空受控，应该还有其他阵法或者建筑效果，切断了传音符的通讯，或者是阻止开口之类的，瞬间制服，从而导致没有一条信息传回来。狱主王麻子有些面色难看道：“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先跟对方打个招呼，去客人家了，要先敲门，这是凡狱的基本礼仪。”陈凡面色平静地摆了摆手。下一刻，舟群散开，一艘搭载着20级天道炮的非洲从舟群内驶出来，停在最前方。伴随着击扩声传来，一门银白色的20级天道炮从舟底伸出，并将炮口缓缓瞄准前方这座隐匿于天地间的大陆——冯奇雅大陆其中一角。智囊阁中的7、8个人亲自来此，面色严肃地抬头望向悬停在距离大陆不远处的数十辆非洲，思索着接下来的应对之策。一个老者面色毫无波澜的沙哑缓缓道：“刑店那边仅仅是对第一批被捕的人下手重了点，后面的人下手都不重，而且无一人死亡，有不少缓冲空间。先看看这樊玉的态度，倘若对方愿意提出条件交换人质，第一时间答应，尽可能的和平解决此事。没有哪座大陆愿意轻易开启一场战争，对方肯定也不想轻易开启战争。”话音落下，剩余几个智囊团也纷纷点头。到了2级大陆这个级别，已经不是1级大陆未统一的那个时候了。只要开启一场战争，轻轻松松消耗数百亿乃至上千亿枚鬼石是很正常的，而基本上大部分战争都不可能回本，就算打赢，对方大陆的底蕴也早已经消耗一空，不会有太多收获。因此，除了疯子以外，没有哪座大陆会愿意轻易开启一场战争。然而，就在他们正耐心等待樊玉主动开口的时候，其中老者面色瞬变，只见悬停在空中的非洲四处散开，紧接着一艘非洲从舟群中驶出，一门银白色看起来极不起眼的小巧炮塔缓缓伸了出来。操，是20级天道炮，可以安置在非洲上，但在非洲上只能发射一炮，一炮过后舟毁人亡，无论是使用代价还是一炮消耗都极其巨大，这是在大陆之间的战争进行到极致的时候才会动用的手段。而樊玉没给他们过多思考时间，那门银白色的小巧炮塔已经开始缓缓散发白光，那是已经在蓄能了。对方在识破了他们的大陆伪装后，没有放任何一句狠话，直接开启战争，而且是跳过了试探阶段，动用天道炮，这意味着战争会立即进入白热化的阶段。这一炮一旦射出，冯奇雅大陆的3级大陆梦几乎瞬间碎裂，再无晋升至3级大陆的机会。住手！来不及过多思考，这个鬓角发白的老者紧握手里的可以将声音响彻在天地间的一宝，高吼道：“你的人没有死，都活着呢，冷静一下，樊玉，别动手。”然而，那天道炮的蓄能没有任何中断的趋势，反而蓄能速度越来越快。完了！负责审讯屠仙圣地圣主的那个中年男人望向这一幕，面色瞬间煞白。他知道完了，不是他完了，而是整个冯奇雅大陆都完了。这一炮下去，双方大陆必将开启一场血战，不死不休的那种。2个大陆都会被巨大的战争压力彻底拖垮。而那个独眼老者坐在审讯室的走廊里，虽然看不见发生了什么，但还是能听见，只是低声轻叹一口气，呢喃着：“也罢，至少不用让我的学生当替罪羊了。现在无需替罪羊了。”这一炮下来，冯奇雅大陆无数人会因此死亡，彻底没有了缓和的空间。双方必须不死不休。这个时候自然也不用替罪羊了。下一刻，轰！一道几乎点亮了整座天空的炽热光柱，猛地从非洲船舱地部的天道炮中激射而出，带着极其恐怖的危险气息，轰向冯奇雅大陆。只是并未直命中冯奇雅大陆，而是从冯奇雅大陆上空划过，落入海域中。大量海水因此沸腾并狂涌。这一炮像是轰碎了冯奇雅大陆的伪装一般，冯奇雅大陆不再是仅仅只能被哨塔看见冰山一角，而是彻底显露出来。紧接着，一道平静且毫无波澜的声音缓缓在天地间响起：“我叫陈凡，江北樊玉之主。”
10息内将我的人带出来，否则将视为贵大陆对樊玉的正式宣战。言罢，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耐心等待着，指关节在栏杆上轻扣着。他不想开启一场战争。虽然永业大陆如今发展很快，但他所需的是继续发展的时间，而不是一场拖垮永业大陆的战争。不过，不想开启战争，不意味着形势要软。真要打起来，他用天道炮乱轰也能轰沉一座2级大陆。紧接着，他看见了一艘非洲从大陆上快速升空，快速驶到几人面前。甲板上站着屠仙圣地圣主和被捕的其他人。除此之外，一个鬓角发白的老者，此时正面色急促地高举一枚传音符，高吼道：“见过樊玉之主，我是冯奇亚大陆的智囊阁成员。”手里这枚传音符直连冯奇亚大陆之主。很快，传音符里响起了一个老者的声音：“陈玉主好魄力，刚才那一发攻击至少消耗了40亿鬼石，为了救几个手下，他们当真值这个价？”陈凡面色平静地轻声道：“既为我樊玉成员，理当受樊玉庇护，伤他们一分一毫，都是对樊玉的挑衅。樊玉不惜一切代价，必诛杀之。”话音落下，原本正满脸得意站在敌方非洲甲板上的屠仙圣地圣主，此时身子微微一僵，抬头望向陈凡，内心一处突然被触动了。浑身伤痕的圣主望向陈凡，咧嘴笑了起来，感觉身子也不痛了。如果正儿八经跟着这么一个老大，好像也不错。说白了，有几个人在落难的时候，会有人不惜消耗40亿枚鬼石来救你一命的。这辈子真要遇到这样的一个老大，死也值了。紧接着，非洲甲板上已经被捆绑起来当做替罪羊的中年男人，此时僵在眼底，有些难以置信的抬头望向陈凡，眼底深处闪过一丝信仰的崩溃。樊玉为了救自己的几个手下，不惜消耗40亿枚鬼石，而他为冯奇亚大陆兢兢业业了一辈子，他主子二却在最后时刻被当成替罪羊送了出去。随后，敌方非洲的上老者手里的传音符传来一道冰冷的声音：“人，你带走。”另外一个人是刑殿3组组长，他负责主要审讯，人交给你，任意处置。此事了。我希望日后永业大陆和冯奇亚大陆互不相反。只是陈凡在看见最后一个被捕樊玉成员成功回家后，却不紧不慢的道：“把我的人折磨这么久。”轻飘飘的一句两清就想了这事儿：50亿枚鬼石和任意一张紫色品级建筑蓝图，1天内我要看见，若未看见，直接开战。他不做亏本买卖，一发20级天道炮那么贵，能让他白轰了？你有点过分了。传音符那边响起一道恼羞成怒的怒斥声：“他们又没死，就他们身上那点伤，配得上50亿枚鬼石吗？配得上？”陈凡面色平静的轻声道：“他们如今的身价已经是40亿枚鬼石了，1天后我会派人来接收，如果没凑齐，我不介意让他们的身价上升到80亿枚鬼石，这回肯定不会丢进海里，大可放心。”陈凡，传音符对面的声音变得阴冷起来：“莫要欺人太甚，不是仅仅你有20级天道炮，我们也有，你能这样轰我们？你以为我们不能这样轰你？挺好。”陈凡笑了起来：“那就对轰吧，谁怂谁孙子。”说罢，数十艘非洲当即便掉头开始返航。冯奇亚大陆核心一处，看似气急败坏的冯奇亚大陆之主，此时看着智囊团快速商议过后递来的纸条，可得到的结果是，无论输赢，他们晋升3级大陆的概率为0%。冯奇亚大陆之主低头看了一会儿手里的纸条，良久后才轻声道：“先别走，条件答应了你了，50亿枚鬼石可以，紫色品级的建筑蓝图不可能，最多送你一个紫色品级的异宝。”返程路上，陈凡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轻笑着，还行，这笔买卖还是划算的。不过让他奇怪的是，屠仙圣地在关西平原可是以软出名的，但此次却展现出格外的硬，不仅仅是圣主一个人硬，哪怕是下面的人也很硬，硬的有些出奇，故而也是受刑最重、受刑最久的人。这个势力内部的风气倒是有些古怪，或许是平日一直软，生怕别人觉得自己是真软，所以一旦遇到一些关键时期，就一定得硬，宁死也要硬。狱主，就在这时，其余几个被捕的樊玉成员，此时满脸羞愧地走上前来，低声道：“我们没事儿。”陈凡摇了摇头，没太在意。等会儿将你们吐露出去的内容汇报给少秋，让少秋总结一下，看看冯奇亚大陆都知道我们一些什么，以后大胆透露，能被你们知道，其实不算什么重要消息，透露了也无碍，少受点苦。只要活下去，樊玉肯定会来救你们的。少秋此趟也跟来了，正在疯狂拿笔记录着。做完这一切后，陈凡才不经意地扫了眼甲板角落内负责审讯的那个中年男人，任由他们处置。他自然知道这是替罪羊，他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种信仰的崩塌，以及一种不甘。从此人嘴里，或许可以知道关于冯奇亚大陆的具体情况。目前为止，在永业大陆对外探索的这些日子里，还没有一个像皇族、鬼族这样的大型鬼潮种族，但如今没遇见，不意味着以后不会遇见。他要为种种可能会诞生的事情做好应对之策。而且这个大陆的名字真的很奇怪，他一开始以为可能会是女王之类的，结果势力之主是个老者。第二日，少爷陈凡站在非洲甲板上，正在返程路上，身旁瘸猴大步走来汇报道：留在原地等候的222号非洲已成功接收到50亿枚鬼石和一个紫色品级的异宝。只不过瘸猴有些隐隐愤怒道：冯奇亚大陆那边所支付的鬼石都是最低级别的鬼石，数量足足有50亿枚，一艘非洲根本装不下，需要动用至少20艘非洲才能将这批鬼石装下，他们就是故意的，在耍我们。陈凡面色平静地站在非洲甲板上，双手撑着栏杆远眺天边，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只是指关节轻扣着栏杆，这是最简单的膈应，没有意义。但对方为何会这么做？单纯为了膈应他一下，还是想试试他的底线到底在哪里？怎么办？少爷，瘸猴从未如此愤怒过，甚至有些越想越气。思索片刻后，陈凡轻摇下头，这个8成不是冯奇亚大陆之主这样位置的人做出的事情，这种举动没有任何意义，应该是下面人的小动作。我不适合回去了，爹面，你这样吩咐下去，就
放那吧。樊玉不愿轻易开战，但倘若对方真蹬鼻子上脸，那就打一场吧。与此同时，冯奇雅大陆边缘，一个满脸横肉的中年男人正站在一座高如小山般的鬼石面前，脸上满是笑意，眼里却是一副看热闹的讥笑。都在这里了，50亿枚鬼石，一个不少，要不你数数？话音落下，周围忍不住响起一阵阵低笑声。一想起几十艘非洲开始搬运这么多鬼石的画面，他们就感觉这笔战争赔款支付的也颇为解气了起来。哦对，这个满脸横肉的男人装模作样的一拍脑门，从怀里掏出一个紫色品级的异宝，恭恭敬敬地递到屠仙圣地圣主手里。这是另外一件赔偿的紫色异宝，你收好。屠仙圣地圣主按住了准备发怒的大长老，面无表情地接过这枚异宝塞进怀里，然后站在原地等待狱主的指示。见屠仙圣地圣主没有任何表情，这个中年男人有些略微无趣地撇了撇嘴。片刻后，圣主怀里的传音符响了，在听见命令的那一刻，他笑了起来。10息后，他满意地望向自己手里这枚刚写好的木牌子，大步走至这座如小山堆起的鬼石山面前，将牌子插进地面。樊玉所属，少一枚，开战。狱主有令，不太好拿，就放这儿了，由你们保管。屠仙圣地圣主拍了拍手，笑着望向面前这个面色有些难看的中年男人，要保管好，一旦发现少了一枚，那就准备开战吧。希望你们冯奇雅大陆的天道炮也能如此精准地轰在永业大陆。说罢，没有丝毫停留，他带着那枚紫色品级的异宝，转身朝身后非洲走去。樊玉的人是走了，但中年男人面色却极其难看。这50亿枚鬼石组成的小山，此时已经成为了一个烫手山芋，而且目前处理这件事情看起来好像有些很难体面了。联系上面，他微微咬牙，这件事已经超出他的处理范围了。放肆！放肆！冯奇雅大陆之主正面色愤怒地指着前来汇报消息的手下怒吼道：“全大陆官员彻查！我倒要看看，我的命令下达下去后，竟然不能被完全执行。比起这件事带来的后果，他更愤怒的是，他亲自下达的命令，竟然有人敢篡改。下面的人已经听调不听宣了，必须彻底整治。是。7日后，陈凡在城墙上看着下方被带回来的那个中年男人，将他带来上吧。很快，这个中年男人被带上城墙，见到陈凡后，挺着脖子，面色冰冷的一字一句道：“你从我嘴里问不出任何消息。我曾对圣上玉玺起誓过，不会对外泄露关于冯奇雅大陆的任何情报，否则掌心是痕，剧痛终生。而且你不是一个合格的势力之主，倘若你让你的手下对着你的玉玺起誓，我们很难审讯出关于樊玉的情报。你连这一点都没想到。”陈凡轻笑了起来。当初这个男人还在敌对方舟上的时候，他就看见这个男人眼里的信仰崩塌，这是一个很好的利用点。他上下打量着中年男人良久后，才笑着随意道：“或许你对自己大陆的忠诚度完胜于樊玉成员对我的忠诚，但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樊玉永远不会将自己的成员当成替罪羊送给敌对势力，这个是永远不可能的。可惜了，你这一身才华，若是生在樊玉，必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话音落下，中年男人突然低了下头，心里的防线明显已经动摇。良久后，中年男人才眼眶通红的抬起头望向陈凡：“如果我能生在永业大陆，为你效命，那是我的荣幸。你是一个完美的主子。”我说完后，给个痛快。随后，男人将关于冯奇雅的信息全盘托出，从何时建立到如今拥有几座大陆和多少鬼矿。随着中年男人不断讲解起来，他掌心也渐渐泛起一道黑色矢痕，他心理防线已经彻底被攻破。足足讲了半日后，中年男人紧紧握住右手手腕，强忍着剧痛，嘴唇干裂的强行挤出一个笑容：“陈狱主，有点疼，送我一程吧。”就在这时，222号非洲赶回来了。屠仙圣地的圣主一溜烟跑到城墙上，先是看见浑身颤抖的中年男人，随后才收回视线，从怀里掏出一枚袖珍狮子泥塑的东西递给陈凡：“狱主，那50亿枚鬼石已按你所说处理妥当，这个紫色品级的异宝是本次冯奇雅大陆赔偿的异宝。”话音刚落，原本还强忍着剧痛的中年男人突然咧嘴笑了起来：“陈狱主，你被冯奇雅大陆耍了，这个异宝很早就获得了，这么多年过去，没有一个鉴定师能鉴定出这个异宝，别说效果了，连名称都不知道。如果不考虑收藏价值的话，其价值甚至不如一个白色品级的异宝。”陈凡低头望向手里这枚异宝的面板，沉默良久后才有些忍不住笑了起来：“挺好，这么好的东西就这样送给他，早点说送给他这个，他鬼石都不要了。”陈狱主。没等陈凡过多查看面板，忍受着剧痛的中年男人紧咬牙关，身子微微发颤：“给个痛快，疼。”好。陈凡轻点了下头，偏头望向一旁的屠仙圣地圣主，带他下去，给他个痛快。随后他才仔细望向手里这个袖珍狮子泥塑的面板，异宝名称：天狮，异宝品级紫色，异宝效果：镇路之宝，激活后无法移动，将会镇压大陆一方气运，使其风调雨顺，无法被天道鬼窃天炮等任何手段所偷取气运，3级大陆方可鉴定。陈凡满是笑意地看着手中的袖珍狮子，随后才转身走向一旁的传送阵，准备回樊玉。片刻后，站在江北荒原上的陈凡将手里的紫色品级异宝天狮缓缓抛在空中，下一刻，手里的狮子泥塑开始在空中迅速变大，直至变成一座高有数十米的巨大狮子雕塑，重重砸在江北荒原上。紧接着能看见无数道泛绿色的光线，宛如蜘蛛网一般，瞬间从狮子雕塑为中心朝四周快速蔓延而去，数十息功夫便笼罩了整个永业大陆，随后瞬间没去。至此，这座镇路之宝彻底扎根至永业大陆，镇压永业大陆一方气运，确保永业大陆的气运不会流失和被偷盗。时间就这样一点一点流逝，永业大陆一点一点发展，稳步就班。狱主陈凡裹着袄子站在江北防线的城墙上，翻阅着手里的竹简，而王奎同样穿着一个厚袄子汇报道：“距离永业大战已结束1年，今年雨季已过，一整年过去了，马上要迎来第2年了。这1年内，永业大陆风调雨顺，而且也马上要迎来我们樊玉私塾
读的第1年春考了，按照狱主拟定的9门学科来选出9个榜首。陈凡翻阅着手里的竹简，私塾其天道赐福效果就是榜首可获得特殊奖励，这个事情要重视一下。如今梵域正在对外探索的阶段，我们需要更多的人才加入梵域。明白？王奎认真点了点头，随后才继续汇报梵域的鬼石收入和支出。陈凡站在城墙上，沉默着远眺天边。如今梵域的进账根本不够开启一场大型战争的底蕴，他需要一条新的且稳定的鬼石来源渠道。就在这时，在王奎口干舌燥的汇报中，陈凡怀里的传音符突然微微发烫，紧接着对面传来绝喉警惕且急促的声音：“少爷，有其他大陆的人在靠近新大陆，我们的非洲已将其拦下，对方目标很明确，但看起来没恶意，正在尝试与我们沟通，说想打通2座大陆的贸易网络，请求下一步指示，我去看看。”陈凡当即先打断了王奎的汇报，前往港口通过传送阵快速抵达新大陆。很快，陈凡在距离新大陆18.9公里的海域上，站在非洲甲板上，看见了一艘被梵域非洲围起来，显得孤零零的非洲。对方甲板上站着一个穿着皮袄的老者，此时正双眼炯炯有神地望向他们。少爷，绝喉从怀里掏出一个异宝递了上来，低声道：“这是对方的见面礼。”对方已经表达过了意思，说想和永业大陆建立起贸易关系。这座大陆不是永业大陆，但对方却明显知道永业大陆和梵域的名字。我怀疑是冯奇亚大陆泄露的情报。陈凡没有表态，只是先接过异宝。异宝名称：明察令，异宝品级紫色。光看见这2行字，陈凡便眼睛微微眯起，这已经足以说明诚意了。这份见面礼能买冯奇亚大陆的命了。他喜欢这么有诚意的人。他继续往下看去，异宝效果会判断持有者势力的综合情况。梵域通过铜管和吊篮的组合建造了梵域高铁，若梵域同意，天地间可诞生梵域高铁建筑蓝图，无需铜管和吊篮，通过建筑蓝图可直接做到梵域高铁的效果。梵域可获得天地的特殊奖励。这个陈凡没有讲话，若有所思地思考了3息后，将怀里这个异宝收进怀里。现在不是仔细思考这个的时候。抬头望向不远处那艘非洲的未知来客，双臂笑了起来。远道而来，一路奔波辛苦了，来，我们下去喝茶。片刻后，陈凡坐在茶桌前，亲自为这位从未谋面的老者沏了一杯茶后，才笑着道：“来，尝尝。”对面的老者先是端起茶杯抿了一口后，才赞叹道：“好茶。”随后也没绕弯子，长话短说道：“我来自于黑鬼大陆，位于冯奇亚大陆正北边5000公里的方向，一座2级大陆，并不是太强，只是根据我们获得的信息，认为永业大陆是一座极具潜力的大陆，希望在首次见面表达足够高的诚意，以及我们黑鬼大陆是一座热爱和平的大陆。如今我们已经和4座大陆建立了长久的贸易关系，本次前来主要目的想近距离了解下永业大陆，并且互通2座大陆的信息，尝试和永业大陆建立起一段贸易关系，彼此互通有无。”说完后，老者盯着陈凡，等待着陈凡的回应。陈凡眉头轻挑，倒是没想到对方是来自黑鬼大陆的，虽然已经从那个冯奇亚大陆的族长嘴里听说过，但暂时不想去接触。倒是没想到对方主动来了，而且出手还这么阔绰。如果方便的话，你可以讲讲你们和其他大陆的主要贸易商品是什么，我大概有个概念。没问题。这个骨瘦嶙峋披着皮袄的老者点了点头，洋洋洒洒地说了一大堆，其中让陈凡印象深刻的便是他们贸易的蓝色品级异宝芬奇亚令，一种特殊的异宝。比如你升级一座建筑需要花费20亿枚鬼石，但你如今又没有这么多鬼石，便可以使用芬奇亚令，消耗30%的鬼石升级这座建筑，剩下的70%鬼石在一定期限内还清即可。陈凡眼睛微微眯起，他突然意识到冯奇亚大陆这个大陆的名字来源了，明显就是芬奇亚大陆的谐音。现在看来得重新评估一下冯奇亚大陆的危险性了。能分期就意味着能透支未来的力量，可以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强大的战力。如今距离和冯奇亚大陆接触已经过去半年左右了，双方基本上没有任何接触了，但通过他渗透入冯奇亚大陆的暗格成员可得知，冯奇亚大陆正准备早日晋升至3级大陆，然后灭了梵域，双方必有一战。巧了，他也是这样想的，不过他不打算等到晋升至3级大陆再动手。随后陈凡沉默了许久后才试探道：“你们大陆有挖掘地底的需求吗？”自然，老者下意识开口道：“哪座大陆没有挖掘地底的需求？无论是挖掘上古时期留下的鬼矿，还是发现一座无人大陆，又或是基建等，都会有挖掘地底的需求。”陈凡拍了拍手，很快，不远处走来一头绝地傀儡，二话不说开始挖地，很快便挖出一个小坑，身子没入坑内，效率极高。骨瘦嶙峋的老者看见这一幕后，眼中闪过一丝茫然，这是什么异宝？他怎么从没见过？有了这东西，对于一座大陆来讲，简直不要方便太多，很多地方都能用到。说价，老者声音下意识急迫起来。陈凡眼帘下垂，不紧不慢地抿了一口茶，简单介绍了绝地傀儡的制造难度和稀有程度。下一刻，1万枚鬼石。对面的老者皱眉思索了一会儿后，重重点头，值这个价，可以作为长期贸易商品。他深吸了一口气后，从怀里掏出一个储物袋，放置在桌子上。这里是100万枚鬼石，你可以让下面人点点，先预定100个绝地傀儡。紧接着，陈凡打开储物袋，意识进入到一片极其宽阔的区域，望向那一枚鬼石，突然僵在原地。100万枚，不多不少，不是他数的，是储物袋区域上方有容量显示，清清楚楚标注着，最多可容纳100万枚鬼石，现容纳100万枚鬼石，已达上限。只是怎么是3级鬼石啊？100万枚3级鬼石，那就是1亿枚鬼石。等等，他突然反应过来，1级鬼石数量太小了，对于2级大陆平日和其他大陆的大宗贸易来讲，可能都已经默认3级鬼石是基础鬼石单位了，所以对方所说的1万枚鬼石是1万枚3级鬼石。他尽量不经意地吸了
了口气，平复了下心情后，才继续漫不经心道：“不用点，我信你，陈狱主大气。”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自此有些佩服的竖起大拇指。我们黑鬼大陆是极其注重诚信的，有空了，陈狱主你还是让人点一点，绝对不会少1枚鬼石的。陈凡没有讲话，从这句话他可以判断出来，对方应该是看不见储物袋空间内那个面板的，他完全没有提及鬼石等级的问题，就让这个美妙的误会持续下去吧。随后，陈凡继续不经意的随口道：“这储物袋怎么卖的？我们永业大陆出品的储物袋容量没这么大。”这个老者低头看了眼摆在桌子上的储物袋，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随后才咧嘴笑了起来。陈狱主，这个也是我们黑鬼大陆的特产，有不同品级的，缺点是只能容纳鬼石，特点是容纳的数量足够多，名为鬼石储物袋。如果樊玉需要的话，可以批量购买。像这种可容纳100万枚鬼石的鬼石储物袋，是蓝色品级的鬼石储物袋，价格是……老者也缓缓竖起了一根手指，1枚鬼石。老者嘴角微微抽了抽，陈狱主你说笑了，价格是1000枚鬼石，10个储物袋可换1个绝地傀儡，我们可以以物换物，倘若哪一方需求的多一点，也可以用鬼石购买多余所需量。陈凡眼睛微微眯起，没有讲话，半晌后才突然笑了起来。成交。对方说的1000枚鬼石，也就是10万枚鬼石，10个储物袋换他1个绝地傀儡，他肯定是不亏的，毕竟他的绝地傀儡制造出来也就消耗1000枚鬼石而已，赚麻了，要少了。在陈凡果断答应的一刻，老者内心突然咯噔了一下，他知道自己明显要少了，但很快又觉得很满足了，毕竟这是生活工房升至17级后所可打造的产物，对方现在明显是大陆刚晋级，很多建筑还没升级起来，连生活工房都没升级，等对方日后将生活工房升级起来后，这笔买卖就做不成了，所以如今能多赚一点是一点。想到这里，他突然又笑了起来，紧接着一老一少都满脸笑意地望向彼此，眼里写满了满意。这次接触，双方都很满意。在确定了储物袋和绝地傀儡这2个可以大宗贸易的商品，闲聊了一阵后，这个骨瘦嶙峋的老者所乘坐的非洲再次升空，踏上返程的路途。他站在甲板上，望向渐行渐远的新大陆，眼里满是感慨。他是真没想到这次示好，竟然可以又建立一条稳定的贸易体系，也没想到樊玉真的有商品，也有财力。新大陆，陈凡站在岸边，拄着翡翠手杖，一路注视着消失在视线里的非洲，忍不住笑着感慨道：“这是好人。黑鬼大陆一看就是一个充满友善的大陆，我喜欢这座大陆，挺好。”良久后，陈凡转身望向身后的1号据点城池，这是他在新大陆上打造的第1个临时据点，如今已经发展到颇有一定规模，也不知道暗格那边进度如何了。他收回视线，小声嘀咕着：“这些日子，暗格部分成员已经潜入冯奇亚大陆，从多方面打造消息。1日后，已经回到永业大陆的陈凡，正在后山研究着手里黑鬼大陆送来紫色品级的异宝，说白了，这个异宝的作用就是开源。原本铜管加吊篮组成的樊玉高铁组合是他的专属，如今只要开源，意味着所有大陆都可以用更轻松的手段来拥有高铁这个建筑，就连冯奇亚大陆都可以拥有，奖励是未知的。他在思索了一天，权衡利弊之后，他还是准备开源，同意。站在无名山后山的陈凡轻声道。下一刻，隐隐感觉天地微微一震，只见那先生突然出现在高空中，面色肃穆，开口高声禀报着什么，听不见声音，只能看见嘴巴在张合。无数天地灵气在永业大陆高空上汇聚，紧接着手里这枚明察令开始迅速发烫，随后令牌上才缓缓浮现出一行字：天地间可诞生樊玉高铁建筑蓝图，将1级黑渊一座，黑暗科技原点星号1。而他手里的鬼皮地图也开始不断闪烁，示意他开始标点，他在哪处标点，哪处便会形成一座1级黑渊。还没等他动手，那先生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尽量标在永业大陆附近。黑渊会吸引鬼潮，有雷雨海域保护着的永业大陆，任何鬼潮都进不来。陈凡轻点了下头，他也是这样想的，在距离江北不远处的海域上轻点了一下，如果从空中俯瞰，便会看见大量黑暗正被海量天地灵气像是在包丸子一样不断挤压摔打，直至彻底凝实，砸在那处海域上，一个黑渊缓缓形成。黑渊可以简单理解为大型鬼矿，鬼族可以在此批量生产鬼物，而人类或其他种族可在此开采鬼石，很不错的奖励。那先生笑了起来。一座1级黑渊在全部开采完毕后，能开采出110枚鬼石，只有这个奖励吗？没有别的奖励了，那其实还是感觉有些亏啊。算了，其实也不亏。陈凡没有理会在旁边自己嘀嘀咕咕的天道，而是眼睛微微眯起，望向灵魂深处的永业领主面板。开源后的建筑蓝图叫做樊玉高铁，是有樊玉前缀的建筑蓝图。如今他没有任何一个建筑是拥有哪个势力的名称作为前缀的，所以这个应该是比较稀有的，或说是非常稀有。而在面板上缓缓浮现出了一个额外板块，黑暗科技树，一个处于暗淡的大树，在大树的枝干和分叉上有不少暗淡的图标，而在大树最底部，一个暗淡的图标正在缓缓闪烁，闪烁速度极慢。大树右下角还有一行面板，黑暗科技原点剩余1点，用1点黑暗科技原点可点亮这个科技树上那个第一个暗淡的图标。黑暗科技名称：资源生成。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势力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势力所属范围自然诞生鬼矿概率增加 10%， 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PS无法升级，相当于一个势力 buff， 类似于他完成隐藏天道赐福的一样，先点亮也没啥可选的，只有这一个图标能点亮。很快，在这个图标被点亮后，永业领主面板上也多出了这么一条信息显示。与此同时，他看见了下一个图标开始缓慢闪烁，黑暗科技名称：加速生长。黑暗科技品级：无。黑暗科技类型：势力加成。黑暗科技效果：可圈定一块区域，在该区域内所有种植物的生长速度为100倍，所需消耗黑暗科技原点1点。
陈凡面无表情地望向永业领主面板深处的这个黑暗科技树，他看懂了，这是一个极其稀有分支，这里面所点亮的任何一个图标，对一个势力的加持都是极大的。不仅仅有这种势力加持，也就是 buff 类的黑暗科技，比如在第4个可点亮的图标，他虽然看不见其具体信息，却能看见图标是一个巨大的炮弹，这个肯定是和军事有关的，说不定就是个黑暗科技建筑，这里面全是好东西，还是那种大幅度提升一个势力强度的东西。只是他嘴角微微抽了抽，必须用黑暗科技原点才能解锁，而如今他只获取了1点黑暗科技原点，获取方式可不轻松，这以后想要获得第2个不知道得什么时候去了，而且只能点亮前6个，从第7个开始就需要3级大陆才能开始点亮了。同为2级大陆，一个解锁了6个黑暗科技，另外一个压根不知道有这个东西，两方打起来，谁会获得胜利已经不需要过多思考，这便是终极底蕴。那先生，他望向一旁的那先生轻声道，你可知道黑暗科技原点？知道啊。那先生古怪地看了眼陈凡，刚才除了奖励了一座黑渊之外，还奖励了一个黑暗科技原点啊。原始大陆碎片已经基本上快完全吞噬完毕了，等吞噬完后就会奖励一个黑暗科技原点，只是黑暗科技原点极其稀有，而且只有那些拥有黑暗科技树的岛屿才能消耗黑暗科技原点。陈凡轻点了下头，他听明白了，他无需遇见这种岛屿，他只要获取到黑暗科技原点，随时可以使用。这个黑暗科技树是一种独立于建筑体系之外的存在，没有品级之外，但随便一项，对于一座大陆来讲都是加成极高的。很快30日过去了，樊玉有条不紊地发展着，而从樊玉暗格带回来的消息，他知晓冯契亚大陆正举全力晋级3级大陆，和他们在拼发育，和樊玉拼发育吗？那只能祝你好运了。